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啊！哎呀，今天真的是大戏连连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要命呀，要命呀！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比较烧脑，脑子不好使的观众就请点击右上角的叉叉，或者看看你的电脑机箱，或者是手机上面的电源键，长按电源键5秒钟 ，OK？ 咱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只有智商高的人才能看完的，智商不够用的人呢，最多看到一半就会怀疑人生了，出现精神症状的。好，先来看今天的标题：习近平亲自举报大纪元，江峰登上大陆电视台，中共计中计大揭秘，拜登大赦天下，华人免费移民，猫神能拿到绿卡吗？今天顺便咱们讲一下这个移民还有人口经济学上面的知识啊。首先呢，咱们今天先来讲两件事儿。先说最重要的，那就是中共习近平把江峰举报了。大纪元江峰登上了大陆这边的电视台了，难道说中共要卸磨杀驴了吗？未必，因为中共的这个举动会很容易让人误会成他想要卸磨杀驴，其实呀，不一定是这样的。今天面具人就从体制内的视角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事件啊。然后呢，就是拜登呀，拜登，咱们华人啊，尤其是川粉，张口闭口想起来了呢，就骂几句拜登。这种华人川粉啊，你们听好，人家拜登现在啊要大赦天下了，非法移民都给身份呢。你华人骂拜登，你有种别拿人家的福利和政策，对不对？很多骂拜登的人自己还没身份呢，对吧？你有种别拿人家送的移民和绿卡，敢不敢？嘿嘿，双标。又说，哎呀，拿政策归拿政策，骂拜登归骂拜登，对吧？好，那咱们今天啊，就详细的解释一下拜登的移民新政策。这个知识啊，对于在美国还没有拿到身份的，以及未来有计划想要去美国的朋友们，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啊。顺便啊，因为很多华人啊，自称是保守主义呀、反移民呀，说白了就是自己可以移民，别人不能移民的这种过河拆桥的双标狗啊。我们先不评论他的人品道德问题，咱们就单单的来说一说这种人的这种思想是否符合经济的发展规律啊。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环节就来讲讲移民与经济。好，节目开始之前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小铃铛哦。好了，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江峰登上大陆电视台的事情。面具人先给大家把这个大陆报道江峰作为煽动美国暴乱的始作俑者的视频给大家放一下，因为和谐的原因啊，国会山暴乱的画面不能播出嘛，所以呢，视频中的有些地方是有码的，你懂的，老司机都懂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咱们边看边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法轮功煽动美国内战，对中共来说应该是好事呀，符合中共的国际政治利益的。那为啥中共要在这个时候又把法轮功给拿出来做负面形象呢？甚至举报法轮功呢？哦，你别给我扯犊子说法轮功反共，所以呢，中共就要举报法轮功。法轮功反共不反共，咱们看他的行为就行了。现在的法轮功已经不致力于革中共的命了，是致力于革美国的命，制造美国的内战，在美国输出革命。好了，我们先带着这个疑问来看这个视频，看完了以后就进入咱们今天的第一个精彩环节，也是最烧脑的环节。面具人今天给你们讲一讲中共政客的立体思维。2021年1月6日，短短几个小时时间里，美国国会山地动山摇，上演了史上最疯狂的一幕。在特朗普的煽动下，特朗普铁杆粉丝们聚集在国会大厦周围进行抗议，试图阻止国会确认拜登选举获胜的结果。美国的这一幕让整个世界目瞪口呆，而在这群人中，就有法轮功人员，甚至有网友还向联邦调查局举报，到场的法轮功人员曾煽动美国内战，蛊惑特朗普发动军事政变。此人就是法轮功的新唐人电视台主持人江峰。从网友知音姑推文所传视频显示，1月6日，江峰头戴面具，参与美国国会大厦暴乱。当暴乱分子闯进美国国会大厦时，外面有大篷车悬挂出法轮功的横幅，
雅虎新闻网驻白宫记者 Hunter Walker 在推文中也指出，法轮功人员参与了美国国会大厦抗议活动，各种实锤接二连三。法轮功在本次美国国会大厦暴乱中兴风作浪、推波助澜的事实已经无可辩驳。事实上，法轮功对于让特朗普连任的心，恐怕比任何人还要急切。仰拥一患，纵容法轮功邪教不仅不得人心，最终也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看完了吧？这则视频已经说得很明显了，煽动美国内战的、煽动国会山暴乱的华人方面的罪魁祸首就是法轮功。那老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面具人的节目已经很多次揭露了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大师嘛。现在他们的目标都是颠覆美国，对吧？制造美国的内战。你说人家两党政治，硬是被咱们华人曲解成了你死我活的正邪之战大内斗。面具人我也有很多在美国的美国人朋友，包括二代移民呀、华侨呀，甚至是老外啊。这些老美啊，对我们华人的这种思想完全无法理解。两党政治嘛，选谁轮流来嘛，为什么咱们华人能理解成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认为非常的不可思议。面具人我认为啊，可能是咱们华人没有经历过民主多党轮流执政吧。那这些民主大师既然煽动美国内战，让美国解体，按理来说应该是在帮中共，对吧？那为何中共在这个时候又把这些人卖出来了呢？说的意思就是这些民主人士法轮功就是破坏美国政治、煽动美国内战的罪魁祸首这些人做的这个事情和我中共没关系，你要算账找他们算账去。好，结合面具人多次曝光过的中共海外的民主人士的网络调动能力非常强，那绝非是个人能做到的。比如说一夜之间他就能多出来几百万个川普头像的账号，一夜之间就能把一个无名小辈捧成新的民主战神。咱们再结合这些民主大师的播放量，你们仔细观察他们的播放量清一色的点赞和播放是10:1左右。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就能想明白了，现在翻墙的人是多了还是少了？浮动变化不会超过上下50%吧？油管的观众你们看好了，文昭2年多前的视频平均播放量只有10几万，而且你看他的点赞，10万的播放量，点赞才1000多个，那这是油管的正常模型。但是你们看到现在文昭的播放量随便一个视频50、60万、70、80万，并且呢，咱们就算上港台的观众，但是港台观众的基数权重并不高，而且人家不太喜欢看咱们普通话的节目，尤其是香港人。台湾人能凑合一点，但是台湾本土的政论节目都已经看不过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些人的人数并不能算为主流能看咱们这些大陆人讲大陆节目的，或者是说普通话的，更多的是来自大陆的观众朋友。那你说港台的观众有没有？有，但是占的比重非常小，而且因为语言的问题，港台的观众的播放完成度、观看时长不会很长，所以呢，这个视频推给港台观众的概率就会非常低。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大陆这边的翻墙人数，按照文昭的播放量的上涨是不是大陆这边的翻墙人数涨了3倍到4倍？仅仅是因为疫情到大选期间，你的粉丝就涨了20万、30万、40万、50万，你觉得现实吗？可能是你运气好爆发了，你粉丝涨了，但是所有的挺川博主，他们的粉丝都涨了至少5到10倍所有的人都爆发了，所有的人刚好又都是挺川的。还是说这些人吃多了，把每个视频翻来覆去的看？那翻来覆去的看，油管是不计算播放量的。那等于说习近平严打翻墙软件、封杀 VPN 的这个力度效果不好嘛？翻墙的人越封杀，反而越来越多了。并且呢，你看现在的观众好像非常的激情，他的热情很高。文昭的节目原来10万的播放才1000多个赞，
现在的节目10万播放1万多个赞，难道说现在的人都是没事手闲了，看视频的时候喜欢撸2下赞吗？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赞都是假的。还是说这些人吃多了，把每个视频翻来覆去的看，那翻来覆去的看，油管是不计算播放量的，那等于说习近平严打翻墙软件，封杀 VPN 的这个力度效果不好嘛？翻墙的人越封杀反而越来越多了，并且呢，你看现在的观众好像非常的激情，他的热情很高。文昭的节目原来10万的播放才1000多个赞，现在的节目10万播放1万多个赞，难道说现在的人都是没事手闲了，看视频的时候喜欢撸2下赞吗？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赞都是假的。你们看好一个细节咱们不要光看点赞，咱们来看点彩。看这些图，还是说这些人吃多了，把每个视频翻来覆去的看，那翻来覆去的看，油管是不计算播放量的，那等于说习近平严打翻墙软件，封杀 VPN 的这个力度效果不好嘛？翻墙的人越封杀反而越来越多了，并且呢，你看现在的观众好像非常的激情，他的热情很高。文昭的节目原来10万的播放才1000多个赞，现在的节目10万播放1万多个赞，难道说现在的人都是没事手闲了，看视频的时候喜欢撸2下赞吗？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赞都是假的。你们看好一个细节咱们不要光看点赞，咱们来看点彩。好，我们仔细来观察一下点彩来看这张图，上面显示了10万多的播放量，200多个彩。好，再来看这张图，上面显示了28万多的播放量，400多个彩。也就是说，按照算法模型来看，10万多的播放量有200多个彩，20万多的播放量也就是400多个彩。前几年和现在点彩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那观众比例是正常的话，等于多出来的赞是假的。为什么？你们想一个问题吗？为什么之前10万的播放量只有1000多个赞，现在10万的播放量就是7、8千、1万多的赞呢？这多出来的赞是哪来的？难道说这些观众没事有事喜欢撸2下，原来不喜欢撸？猫神老黑的赞更夸张，能达到15%甚至是20%的点赞比，有时候7、8万的播放量能有1万5、2万的赞。咱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同样彩的比例差不多10万200，但是这个点赞怎么多出来了10几倍？原来是1000多个赞，现在是1万多个赞。从10万播放量1000的赞变到了10万播放量1万的赞，甚至更多。按照比例放大，多出来的赞和播放那就是假的，尤其是赞。刷赞好看吗？谁没事有事会去刷点彩嘛，对不对？除了卖惨之外，有目的性的刷彩，或者是这个人造谣的严重，观众看了以后有怒火，给他点彩。除此之外呢，一般人是不会给你弄出来一大堆的彩的。油管它是有自己的算法模型的，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其实油管它的推荐算法都是有一定的区间的，什么人喜欢，什么人不喜欢，它都是有自己的大数据模型的。也就是说，它针对每个作者有一个衡量标准，每一个作者都是通过这些大数据给你筛选出来哪些人可能会喜欢。当然了，这些人喜欢的当中也不是100%都喜欢，会有一定的人是不喜欢的。这个不喜欢的误差，油管也是有它的算法的。所以呢，你看我给你列举出来了这么多的人，点彩的比例是一样的。数据夸张的异常，那就是等于超出了油管的算法的。像这种大型的科技公司都是有自己的一套章程的，有一套自己的运行系统的，你不可能说你牛逼，你超出了人家的系统限制，懂了吗？我们每个作者都是被这些系统和章程严格要求的。你不信，再来看这张图好，来看吴建民这个点赞2017年11月21日的视频，
171万的播放量，点赞是4000多个，点彩是3800多个。好，记住这个数字啊。我们再来看他前天发的视频，2021年1月15日发的，播放量只有7.8万次，然后呢，点赞就已经有4000多个点赞了，点彩的只有115个。那点彩的模型差不多和文昭的基本上是一样，那7万多是100多个，10万的播放量，点彩也就差不多接近200了。但是这个点赞呢，又几乎达到了10比1哦，你7万的播放量，点赞都已经比170万的人观看的点赞还要多，那等于说原来的视频多出来的170万人都是傻逼吗？是不是？还是说你现在的这个视频多出来的这些点赞是有问题的？好，继续回到文昭的话题啊，咱们按照常理来说啊，老视频有传播度，有名气，文昭大师的节目那都是精品呀，怎么老节目不怎么涨赞，新节目呢这个赞涨了几十倍？当然了，老视频时间久了被人淡忘了，能理解。但是面具人想要在这里说啊，咱们都是大陆人，港台人看不懂大陆人的这种玩法，能理解。大陆这边的什么刷单呀、双击点赞666呀、微博刷粉呀，这些都是大陆网民能看懂的基本操作了。怎么大陆人这个把墙一翻，智商反而降低了呢？其实这些刷赞呀、点赞呀、播放量呀、留言呀，都是再 low 逼不过的摆地摊的骗人玩法了，对吧？好，再来看这张图啊，48万的播放量，点彩的人数居然和28万的播放量的点彩的人数差不多。可是呢，48万的播放量，点赞人数只有1万出头，28万的播放量，点赞还有1.4万呢。哦，你这48万的播放量，点赞还不如28万的播放量的点赞多啊？那你说点赞的人都差不多了，甚至更少，那这多出来的播放量，这些人难道说习惯又改了，又不喜欢看视频的时候撸2下赞了吗？啊，多出来的20多万的播放量是咋回事呢？你没办法解释这些种种的怪象吧？其实观众朋友们，你们仔细观察一下其他的一些非政治类的博主啊，他们的点赞点彩都是非常稳定的，有固定的比例的。但是你去看这些人啊，政论的大外宣啊，他们的点赞点彩时而高时而低，而且呢浮动都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可以达到上下50%到100%，有时候夸张到300%。那这些明显是不符合油管这种大型科技公司的整体逻辑的，因为它要调动网络资源，它不管从算法推荐上面都有它自己的一套系统模型的，不可能说每个人的数据都是乱的，知道吗？很难理解这种怪象吧？其实你们作为外行来看内行，难理解不怪你们。你们想要知道这中间的奥妙，你自己去开一个油管号，发视频，看看油管的规章制度，研究研究就能明白了。其实呀，这就跟淘宝刷单是一个原理，充分利用了中国人爱跟风的毛病。一看成交量高啊，就买这家的；一看播放量高，哎，这人讲得好，讲得牛逼，看他的。并且呢，这种假流量可以骗过油管的系统，让系统增加它的曝光度。反正面具人在这里提醒大家，做人要光明磊落，不要弄虚作假。这种能骗过油管的系统的精密的团队性的大刷流啊，在油管上面非常常见。民主大师的点赞点彩基本上都是这种模型，想看他们的真实播放量，看点彩就行了。他们的点赞啊是异常的乱数，并且呢异常的高，比其他的正常博主的点赞要高。但是呢他们的点彩又和其他的正常博主的比例差不多。那么问题就来了，普通的个人可能有这种科技吗？并且这种科技要足够强大到能够骗过谷歌的审查。并且呀，你们看这些人都在带节奏，
只要是攻击美国政治的视频、造谣或者是煽动美国内战的视频啊，播放量和点赞比就跟蹦极一样的升高了。但是呢，讲到和中国人有关的新闻，反而呢播放量又是蹦极似的降低了。难道说这个讲中文的人更关心讲英文人的节目吗？难道说中国人这种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比起关心自己中国人的事儿，更关心美国人的事儿吗？不现实吧？这就叫做带节奏、舆论控盘。你们去观察他们这些民主大师的视频，很容易就能观察出来规律啊，并且呢，这个规律是完全和谷歌的规律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他们这个圈子里面的规律，你们仔细去看嘛。只要是讲煽动美国内战、煽动美国分裂、造谣美国政治的，哎呀，那个播放量、那个点赞、那个留言呀，下面一堆的舔屁眼的机器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们做这种事儿很符合中共的利益呀，懂不懂？这样才有狗粮拿，这样中共才会用科技帮他带节奏，帮他刷的感觉他是个名人，名利双收嘛，对不对？并且只有中共有这个能力和意愿，对不对？普通个人不可能有这种科技。好，我们现在思考，中共给江峰定罪，刚才我说的是文昭举例嘛，江峰是一样的啊。很多人会认为啊，中共给江峰定罪，举报江峰了，就等于是迫害江峰了，或者是中共要卸磨杀驴了，对吧？其实呀，两者都有。为什么面具人我说看事情啊，不要非黑即白的看事情？我再给你们说一个计谋的模型，中共现在未必是仅仅要迫害江峰，或者是卸磨杀驴。中共在这个时候把江峰卖出来，很有可能是为了保护江峰，甚至是整个法轮功的体系，也有可能是用江峰来换取平息民主党的怒火。我们先来说浅显易见的意思啊，就是中共现在把江峰打成伪类了，江峰破坏美国的内政了，要让美国内战了，法轮功颠覆美国的政府了，对吧？好，这是很浅显很明显的中共想要说的目的。但是我们来思考一下啊，共产党这么做确实会把民主党的怒火吸引到法轮功大纪元，甚至是江峰的头上，让民主党认为哦，是这帮异教徒在搞事儿，造谣我，煽动美国内战。中共反而做了一个顺水人情，中共成功的卖小弟洗白自己，说这个事儿是法轮功弄的啊，跟我中共没关系。但问题是，其实呀，不用你中共借花献佛，民主党早就盯上了法轮功了呀。详细的报道大纪元呀、法轮功煽动和造谣的事情已经很多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都报道过。中共的看似借花献佛的伎俩似乎是用处不大，其实中共这么做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说中共通过出卖法轮功和法轮功切割，分清楚关系。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刚才说了，就是要摘出中共是法轮功的上级，那就等于是周瑜打黄盖的伎俩，完全都是法轮功的错。很简单的逻辑嘛，这些弱智的翻墙华人常用的逻辑，对吧？你说中共是指挥法轮功的人，对吧？你说中共指挥法轮功煽动美国内战，那为何中共现在还要攻击法轮功，再把法轮功给卖出来呢？如果说法轮功是自己人的话，他中共应该保护法轮功，给法轮功洗地才对呀。面具人，我想说，能把问题看这么简单的人，都是初中没毕业的人。但凡是看过周瑜打黄盖的故事，都应该能明白这中间是咋回事儿。这是很浅显的第一重含义，就是切割法轮功，吸引民主党的怒火。中共自己金蝉脱壳，把自己摘干净，然后中共就可以继续不惹怒美国。毕竟民主党的骚套路比共和党多得多，共和党是雷声大雨点小，民主党是闷声放屁臭死你。
刚才说了，周瑜打黄盖，那就牵扯到中共这样做的第二层含义了，那就是中共通过打黄盖，把法轮功再次摆在被迫害者的位置，其实就等于强化了法轮功和中共对立的感觉。因为中共出卖法轮功，所以呢，中共一定是和法轮功敌对的，这就是咱们这些脑残华人们的理解嘛，对不对？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中共这样做，单独拿出来一个江峰作为刺头来出卖，毕竟江峰有名气嘛，培养了很久，但是呢，把江峰卖出去了以后，中共稳住了法轮功反共和中共没关系的基本盘，把自己既摘清楚了，还把法轮功是反共的这个基本盘，法轮功和中共是敌对的基本盘给稳住了。那这样的话，问题就更复杂了，会让美国政府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你说民主党报仇，或者是起诉，彻底剿灭法轮功吧，但是他法轮功是反共的品牌，老字号了，信徒众多，并且呢，共产党现在和法轮功是对立的，切割了，对吧？这些智商低的信徒肯定更加相信法轮功是反共的。你看嘛，共产党都出卖法轮功了，那证明法轮功是反共的。那这样的话，民主党下手攻击法轮功反而会不占理了，尤其是在他们的信徒眼里。你看，共产党都打击法轮功，你民主党也打击法轮功，那你民主党和共产党等于是合起伙来打击法轮功呀。法轮功反共，你共产党民主党都打击法轮功，证明你民主党和共产党是一伙的。很明显证明了我们法轮功之前说的民主党和共产党都是穿一条裤子的，证据确凿，等于说中共下这一步棋，把问题抛给民主党了。民主党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中共自己不愁，因为整个体系都是中共控制的，中共想怎么调控就怎么调控，但是这些团体完完全全不受民主党的控制，并且呢，他们可以肆意的利用言论自由攻击民主党，对不对？中共它可以利用这些体系和团体自导自演呀，挂羊头卖狗肉呀，全看中共的心情和需要。但是民主党对深不见底的法轮功没办法了，查也查不清楚，查了你又说我通共，对吧？进退两难，这就是中共的浴火重生，置之死地而后生。其实法轮功啊和黑社会没啥区别，组织架构不清晰，是企业呢还是政党呢还是宗教呢？你说不清楚，财务状况呢也不清晰，这些都是黑社会的表现。黑社会就是黑不见底呀，对吧？并且呢，法轮功还有更黑的手段对付自己的学员，让自己的学员进退两难啊。这些东西我不能多说，因为我承诺了一些人不能说太多啊。我说出来太多，他们会有人身危险的啊。让民主党进退两难，无法下狠手，这就是中共的这个计谋在这个时候出卖法轮功的第二重意思，看似出卖，实际上是保护。面具人刚才说到黑社会了，对吧？这里呢，就还有共产党出这个计谋的第三重保障，就是说共产党明白民主党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政党，报复心很强，所以呢，共产党会料到民主党可能会在所不惜，都要把法轮功干掉。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轮子呀，30年的布局呀，20年的布局呀，如此庞大的全球舆论布局，功亏一篑，被民主党剿灭，元气大伤。那怎么办？兵分两路，拿江峰出来祭旗，然后呢，让这些已经抛头露面的轮子去背锅。法轮功内部这边再演出一系列的玩间谍呀，谍中谍呀，抓间谍呀，抓叛徒呀，说法轮功里面有叛徒。你看这些人信仰不坚定啊，被中共收买了。但是呢，中共总体肯定是敌对法轮功的，中共官方都已经出卖法轮功了，对吧？只是这些抛头露面的人和中共沆瀣一气，
给我们法轮功抹黑啊，他们是煽动美国内战的，但是我们真正的法轮功是追求真善美的、真善忍的啊，他们这些造谣的只是为了赚钱，他们都是骗子，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他们是和中共唱双簧的骗子、特务。那这个逻辑就可以结合我的第二点来分析，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共产党和江峰唱双簧，哎，你看他们一唱一和，共产党说法轮功造谣，江峰这边呢为了赚钱也就是造谣，对吧？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反正就是搅浑水，越乱越好。如果能从法轮功内部分出去一批炮灰，吸引火力，对法轮功的纯净净化是有好处的，并且呢还能分散火力啊，会让美国政府和这些信徒们认为，哦，最终把这几个伪类抓起来了，哎，真正的法轮功才是更加可信的啊，那我们的信仰就会更加坚定，以后的法轮功就会越来越好，对吧？终于铲除共谍了，对不对？并且呢，共产党都已经想好了，最后实在不行了，民主党就是无论如何不管你说什么了，记仇了啊，彻底的要清算法轮功了。那又回到第一个逻辑，民主党和共产党是一伙的，并且呢，你们看好了，现在很多的法轮功都已经不承认自己是法轮功了，他们有说自己是基督徒的，比如江峰，还有说自己是历史学家的，比如文昭之类的，还有说自己是民运的，像老黑吴建民啊、猫神，对吧？还有人说自己是道教的，比如你看马仙，这些人啊，从他们的各自的不同的信仰啊，然后呢背地里面再拜一个神教，充分的体现出中国人没信仰、没底线、没有敬畏之心，完完全全的实用主义，哪个宗教好用、能赚钱、能吸引眼球，就把哪个宗教拿过来用。这种现象啊，在穆斯林的中东、基督信仰的欧洲都是难以置信的。全世界只有中国人会拜多个神，全世界只有中国人会拜全神。操，你说恶心不恶心？那话又说回来了，民主党要是一意孤行，他一定要铲除法轮功的话，法轮功其实现在也意识到了，所以呢，现在很多法轮功的人已经开始说自己不是法轮功了。所以说不要跟这些人谈什么信仰，知道吗？他们只有目的没有信仰，他们的目的就是信仰，你可以这样理解。到最后呢，法轮功就会分出来相当大一批的私下里继续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他们可以不说自己是法轮功，他们可以说自己是基督徒、佛教徒、穆斯林、道教，对吧？但是他们会继续传播民主党和中共沆瀣一气，迫害法轮功。其实什么叫做倒逼啊？你说你美国有言论自由，好，我就用言论自由攻击你美国，最后把你逼的搞言论审查，放弃言论自由。你搞审查了以后，哎，我又会说，你看你美国太虚伪了，你美国没有言论自由，你美国的民主是假的，言论自由是假的，懂了吧？当然了，他们只会拿镜子照别人，不会照自己。你说推特呀、油管没有言论自由，但是你到江峰的群里面、文昭的群里面去操江峰亲妈，去干文昭的老奶奶，他也不会给你言论自由的，对不对？好了，来说今天的第二件事啊，那就是对移民来说是好事的。拜登和哈里斯真的要大赦天下了。拜登的搭档贺锦丽周二接受采访时表示，拜登已经准备好了移民改革计划，下周上任后将立即提交给国会。目前呢，国会参众两院都是民主党占多数，因此呢，他们计划在拜登上任后的100天通过此方案。哎呀，100天呀，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搞定了。在美国的这些还没有身份的华人，你们现在心里面怎么想呢？肯定是动心思想要找民主党拿政策了，对吧？哎，也对，华人也可以说，哦，我虽然骂民主党，但是不妨碍我拿民主党的政策呀，打是亲骂是爱嘛，对不对？
你们现在知道了为啥全世界都瞧不起华人了不？就是这种贼脸。根据哈里斯的叙述，他们正在制定的计划为已经居住美国的1100万非法移民中的大多数会创造一个获得公民身份的捷径。首先呢，使他们成为合法的永久居民，这种身份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获得，有时候呢要等待8年之久。按照正常程序，除了婚姻绿卡之外，其他任何形式获得美国的绿卡必须等待5年之后才可以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但贺锦丽表示，1100万非法移民获得绿卡以后，他们将不需再等待5年，而是可以直接入籍成为美国公民。等于说原来是8年加5年，相当于13年。哎呀，我的妈呀，人满共才活60、70岁、70、80岁，对吧？但是呢，有了这份计划啊，等于说这个时间就大大的缩短了。有了这个移民政策以后，你想要成为美国人就可以更加容易和快捷了。但是呢，肯定会有很多人说，哎呀，移民政策放宽了，间谍就来了。首先呢，面具人，我想给你们说清楚一点，间谍这个东西，只要人家想来，有目的性的来，你是挡不住的。美国那些民主大师间谍挡住了吗？没有吧。再说了，移民到美国后，你选择做间谍，或者之前你选择做间谍来美国带着任务来的，这都是你自身道德败坏的问题，不能说是美国的错。这就相当于人家请你去人家家里面吃饭，然后呢，你到了人家家里面吃了饭以后，还要把人家家里面的钱偷了。然后呢，你还要反过来骂人家请你吃饭的人是傻逼，可不是吗？在中国这个社会，你可以看到很多受害了的人被曝光出来，大家都是先指责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这种状态被称之为指责受害人，或者称之为检讨受害者心理。这是一种认知方式，是指在侵害行为或者犯罪事件中，将过错部分以至于全部的过错都归咎于受害者，认为受到伤害一定是因为受害者本人有错。在面对欺凌、抢劫、性骚扰、强行勾兑等问题的评论中，经常出现这种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往往会导致身心已经受创的受害者陷入自责和自我厌恶的情绪，提高受害者患上心理疾病的概率，或者加重心理病情，导致受害者最终心理变态，从而呢也想要去加害别人。而大众过度着重于检讨受害者，有时反而会忽略真正加害人的罪犯，不关心罪犯是否逍遥法外。很多有检讨受害者心理的人，他自己也曾在受害时被别人检讨过，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国的历史为什么只有循环没有进步呢？其实你从很多人的个体心理就能找到答案。好了，继续看新闻啊。在美国，有一群比较特殊的非法移民群体，他们在孩童时代就被父母或者人贩子带入美国，在美国学习成长。但是呢，却没有身份。这些人呢，大概有80万人。在奥巴马时代呢，奥巴马给这批人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梦想者，或者是追梦人。用英文单词来说，就叫 dreamer。奥巴马原本是想给他们创造一个获得绿卡的捷径，但法案在国会闯关时失败了。后来呢，奥巴马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授予这批人临时工作身份。工卡每2年更新一次。贺锦丽则表示，他们计划向梦想者提供受临时保护的身份，还有呢，给已经有临时保护身份的人直接发放绿卡。另外呢，他们将确保非法移民同样可以免费得到防御用的那个啥，你懂的啊，和谐单词我不能说出来啊。在川普政府时期，美国的政治庇护政策收紧，这对于来自中南美洲的人来说是噩梦。以前常用的受当地黑帮追杀的理由大多被拒绝。那说到这里啊，面具人，我想说，为什么中国人没同理心啊？他们自己受迫害了，希望美国接自己去移民。可是这些中国人移了民以后，就会说自己是保守主义。
接纳别的移民就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哦，别人受害了就是活该死，你中国人受害了就应该把你接过去作为移民，然后你移民了以后反对别人移民。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移民到美国的时候，你也受到了美国的福利了，你也浪费了当时的美国人的纳税人的钱了。而且谁没有难处呀？哦，别人被追杀被迫害就是该死了，你移民你被迫害就是应该的，你就应该被保护，别人就该死。继续看新闻啊，贺锦丽表示，拜登承诺的移民改革计划包括重建家庭庇护管理系统，包括美国政府出钱为寻求庇护的人提供法律建议，把更多的资源和钱投到北三角地区，就是非法移民最多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确保这些国家有资金建设民主，防止他们在原国籍受到暴力的威胁，从而迫使他们逃亡到美国寻求庇护，缩短庇护的等待时间，提高效率。那看到这里，大家应该能感觉到民主党对待种族多元化、对待帮助别人还有移民都是非常宽容的吧，很有爱心的吧。但是这中间有个疑点，就是拜登和哈里斯的这个计划能否实施？其实呀，大可不必担心。现在的参议院、众议院都是民主党占多数，并且呢，哈里斯还表示，拜登的移民改革政策会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进，无需得到国会的认可。那说到这儿了，理性的朋友们确实会产生一些疑问啊，那就是政府如此的积极鼓励移民，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呀，这从经济学上面就能找到答案。咱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啊，自从1993年的第3季度以来，澳大利亚的 GDP 已经持续增长了28年，人口增长是澳大利亚经济扩张的关键驱动因素。不断增长的人口增加了经济的规模，因此呢，总产出增加，这就反映在了 GDP 水平上面。美国有 25% 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出生于国外，移民尽管只占美国总人口的 13%， 却占据居家卫生保健人员的 28%。这其中呢，又有1/5的直接护理工人没有身份，这些没有身份的人，你就可以理解为难民了。美国最近几年移民的劳动参与率较美国本土出生的人的劳动参与率更高。2012年移民的劳动参与率是 68%， 美国出生的人口劳动参与率是 63%， 也就是说移民更勤劳，更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由于美国本土的保守主义，尽管美国的人口是澳大利亚的20倍，但是美国仅比澳大利亚多签发了15000张职业类的绿卡。鉴于很多白痴型华人喜欢以保守主义自居，对吧？他们都喜欢反移民，但是他们自己却是移民啊。那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啊，反了移民以后，美国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下场？美国的人口正在老龄化，职位空缺的厉害，并且呢，职位的空缺和人才的短缺会阻碍美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你看，为什么红州的人民粹反弹呢？就是因为他们除了在农业州种地，也没有啥合适的能干的事儿啊，没有什么更大的市场。为什么？因为人少。那经济发展到2030年的话，美国需要增加25万工人到劳动力市场，才能保持当前的经济增长水平。可是呢，没有移民的话，美国将没有足够的新工人来抚养退休人员，生育率不够，老一辈的人都老了。70年前，每20个老人就可以有150个工人供养，10年前，每20个老人还能有100个工人供养。到了2050年，每20个老人就只有56个工人供养了。到了那个时候，政府为了维持养老金，为了维持医疗，结果就是税收越来越重，因为分担的人少了，老人多了，所以呢，这些工作人群、工作年龄的人，他们的税收会更加严重。所以说，反移民和减税
在某种程度上是冲突的。如果人多了，税就能有分担的人多，并且呢，更多的人才来，也能增加劳动产出，或者说是投资移民的人来，也能增加就业，懂了没？那移民对于保持劳动力的强大是至关重要的。美国超过1/3的人口增长来自于新来的移民，那到了2050年，美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增长的93%可能会来自于移民和他的后代。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哎呀，到时候美国就不是白人国家了啊，血统全部都混种杂种了。其实呀，能说出这种话的人啊，都是相当无知没文化的。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已经混血了无数次了，你现在看到的什么白人呀、黄人呀、黑人呀，都只是现在的一个现象。那以后未来说不定还能产生更新的人种呢，是不是啊？你说人都已经几千万年、几百万年、几十万年啊，从猴到人混血了多少次啊？所以说你怎么衡量杂种和纯种？那你说猴子纯种还是人纯种啊？什么是纯净？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杂种，并且呢，血缘关系越远，诞生的后代它问题的概率也就越低，出现畸形呀、智障的概率也就越低。并且呢，任何动物都是杂种比纯种适应能力更强。为什么说啊，这些蜜蜂呀，还有这些本土的生物呀，它要禁止外来生物的入侵？一方面呢，是外来生物可能会对当地的生态造成这个跳出生态环境链的破坏，对吧？二来呢，外来生物跟本地生物混种了以后，可能会产生出来非常强大的变异体。那这种个体呢，则会非常大的破坏当地的环境，因为生态环境中没有能够克制它的存在。为什么说这种混种更加强大呢？生物啊，在进化的过程中，它很可能会通过寻找迁徙呀，或者是和别的不同种族的结合，来保持它的繁衍后代啊，这是自然淘汰的结果啊。任何动物都是杂种比纯种的适应能力更强啊，并且呢，自古以来人类都有迁徙的习惯，欧洲、中东、蒙古这些人种混血太多了，也就是华人这种农耕文明不喜欢迁徙的种族，理解不了这些迁徙的游牧民，他们走到哪儿生到哪儿，对吧？美国国外出生的工人中，大约75%的工人的年龄在25岁到54岁，而美国国内出生的工人中，只有65%的工人年龄在25岁到54岁。所以说，外国出生的移民过来的人更加愿意去勤勤恳恳的工作，并且呢，外地人来了，工作量大了，是不是本地人的工作量就小了，本地人的生活品质就能提高一些啊？由外地人来供养本地人，其实这个可以理解啊，做客的人啊，多干点活应该的，你去人家家吃饭，你就应该帮人家家洗碗，对不对？那移民它就会促进贸易增长，移民每增加10%，贸易量就会增加1.5%。每签发100张 H1B 的签证，将会给美国出生的工人创造183个工作，而每签发100张 H2B 的低技术的非农业的工作签证，将会创造464个额外工作。随着更多人的退休，人们的平均寿命的延长，相应数量的年轻人将不得不进入劳动力市场，以保持整个国家的稳定劳动人口比例和正常的经济。那这个科学论点就可以戳破很多阴谋论白痴。阴谋论者说，人口老龄化了以后，没有年轻劳动力供养老年人了，那怎么办？政府就会用一些办法去清除老龄化的人口。那你说这些阴谋论者害怕老龄化人口被政府用一些不人道的办法去清除，
那这些阴谋论者还反移民啊？你们想嘛，有了移民，年轻的移民过来做劳动力，供养老人，对吧？就可以解决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阴谋论保守派一边反移民，一边呢，他其实也能看到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问题。那如果不用新移民的方式来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那要用什么更残忍的方式呢？就是他们的阴谋论。所以说，很多人说别人邪恶的时候，无非就是他自己内心的投射而已。圣路易斯联储的研究人员认为，劳动年龄人口不仅要为自己生产，还要为包括老人和儿童在内的其他人生产。在这方面，移民可以发挥作用，特别是当移民处于最佳劳动和最佳生育年龄时。首先呢，移民可以替代即将退休的本国人。其次呢，处于劳动年龄的移民可能会有孩子，因为很多人正值壮年，能干活又能生，对吧？又能补充新鲜劳动力，又能补充新鲜的消费人群。那这些孩子可以为未来的劳动力做出贡献，也可以为市场的繁荣加砖添瓦。那说到这儿，你们应该能想明白了吧？那至于很多华人说，哎呀，移民过来了，捣乱呀，破坏生态呀，那只是你自己开脱的说法。哪儿都有好人，哪儿都有坏人，并且呢，相较于本地人，外来移民更是不敢惹事儿的族群，因为他们一犯事儿就会被遣返。哪有像猫神这种胆子大的？猫神现在肯定也在动脑筋，拿民主党的政策，想要给自己大赦天下，拿绿卡，是不是？但是呢，你猫神干的这些事儿，到时候民主党审核你的时候，一看你这些视频，你以为民主党不知道？你以为美国没有大数据？你以为这个移民签证官他不会调查？面具人，我跟你说啊，很多签证官鸡毛得很呢，查你啊，真的是能查你几个月。为什么很多人等绿卡能等几个月，甚至等几年？就是因为他在查你，他可能会从各方各面都查你。很多这个夫妻结婚移民的啊，我跟你说，签证官啊，凌晨晚上给你打电话啊，让你接完电话以后，立刻让你老婆接电话，要看你们在不在一起。甚至呀，有时候一大早就会来敲门，看看你俩在家不，就查到这么细致的程度了。那更不要说你老婆生日是什么时候了，你老婆家有几个姐妹，几个兄弟，你老家是哪儿的，老婆喜欢吃什么水果，他都会来回两边问的。这些移民官、签证官查得严得很。华人嘛，以不要脸为本色，就跟我一样。